欢迎来到结构思考力的网络课堂，带你一起学习结构会议力，让我帮你来摆脱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糟糕会议。我是结构思考力的创始人李中秋。在上一讲我们重点关注了为了提高管理效率的例会要怎么开的问题，并简要的为大家介绍了4小时季度会以及1小时周例会的大体流程。而在这2个不同的流程当中，占用时间最多的一个环节就是什么？解决问题。虽然这个环节是切入到季度会和周例会当中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想要把一个问题或多个问题彻底解决，几十分钟或数个小时可能太短了。还是那句话，解决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不仅是拿时间换方案的过程，更有的时候再多的时间也换不来方案。而且呢，我们能猜到，在上一集当中讲这个环节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抱怨说，为什么不把解决问题的5个步骤展开讲呢？那是因为专门为解决问题而开会的会议是一种单独的类型。这一讲呢，我们就单独来说一说以解决问题为主的研讨会要怎么开。整个研讨会从流程上来看，和上一讲例会讲的是一样的，还是什么5个步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展开一下。首先第一步这个问题的提出者要清晰的描述自己的问题究竟在哪些方面的表现是怎样的。那工具呢，刚才讲了，叫做 5W2H。 第二步一步一步找到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的过程。追问根本原因的过程呢，就是什么？多问几个为什么。第3步呢，是对各个原因来去制定方案。第4步要用优选的策略确定好选择哪个方案。那最后一步是什么？初步制定一个行动计划，促进改变的发生，最终呢把问题解决掉。首先第一个环节特别重要。我们在第3讲的时候讲过一句话，说只有认清问题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还有个说法叫把问题清清楚楚的写出来，便已经解决一半了。问题容易写吗？其实不容易写。那时候就给了大家 5W2H 的框架第一个什么 What 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一个什么现象。第二个呢 Why 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是什么。第3问什么时候发生的。第4 Where 在哪发生的。第5 Who 谁出了问题，与谁有关，谁能解决。第6怎么发生的。第7 How much 多少事物出了问题，问题到什么程度，数量如何，频率如何。好，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公司呢，在研讨会的时候想解决什么问题呢？叫做研发部现在的骨干人员流失率很高，已经影响到了研发任务如期完成这样一个问题。但其实这样的表述并不准确，最多算是定性的描述而已。所以在这一步呢，我们需要借助 5W2H 的框架，将其转化为类似什么？类似于这样的表示。比如说，今年公司研发部骨干人员的流失率已达到了 10%， 远高于同行业 5% 的骨干员工流失率，已经严重影响研发任务如期完成。这样的表述方式，对吧？你会发现明显的体会到后面一种表述方式更加的具体明确，是一种定性加定量的表述方式。这样的表述呢，更加有利于各参会员之间对于问题的理解，为后面的分析问题和制定方案提供依据。其中的 5W2H 呢已经做好了标注。那么这个环节一般来讲呢，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如果大家已经提前做好了，就可以很快的同步给大家。研讨会的第2个环节比较耗时，也就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分析问题，或者叫分析问题找原因。这里我建议大家使用2个工具，一个是拆解问题的 MISI 法则，一个是呈现拆解结果的鱼骨图工具。MISI 法则呢，我相信你已经不陌生了，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已经重点介绍过了，这里稍微讲一下它在解决问题当中是如何配合鱼骨图来应用的。这里的鱼骨图呢，是一种形象化的图示工具，用来展示一个事物的多个维度。在解决问题当中鱼头部分代表问题本身，大的鱼骨呢代表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类型。这些原因呢彼此之间要符合 MISI 原则，而每一根大的鱼骨还可以再往下细分很小的鱼刺，这样呢一层一层的拆分不同层次的原因说起来有点抽象，我们看一个具体的案例。比如说我们要解决会议失败这个问题那鱼骨图中呢，大骨头呢需要用相互独立完全穷尽的方式
找到会议失败背后所有可能的大的原因的方向，比如说人力方向、设备方向、材料方向、方法方向、环境方向5个类别。这5个类别呢，几乎囊括了一个会议所需要必须注意的每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叫做人机料法环这样一个分类模型。那在这个模型5个大的方面呢，彼此分类清晰，而且横向分类全面。而在纵向上我们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再往下深挖，挖到每一个方向背后的最底层的原因。那作为案例我们挖到了大类下边的第2层，但其实你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还可以继续再往下挖到第3层和第4层。只有这样我们的研讨会才能把问题背后的所有可能原因都找到。找到后呢，利用简单的排除法或者是投票，就能在诸多的原因当中找到3到5个最有影响力的因素。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也就是针对性的制定解决方案，也就是我们研讨会的第3个环节。那在制定方案的设计思路当中有2种常见的方式，一个呢是对标也就是抄作业；第2个呢就是创新，自己创造出全新的方案。换句话就是说，如果已经有人曾经面临相似的问题，那直接借鉴他人的经验；如果没有经验，我们只能自己摸索。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建议大家使用头脑风暴的方式，针对上一个环节拆解并且排除或投票所留存下来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来制定解决方案。那虽然是头脑风暴，但也并不是胡思乱想，而是有一定的套路和方法的。它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步，精心准备。首先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头脑风暴的人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重要性、影响性，确保每个参与讨论的人对于所面对的问题要有相对客观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再者要准备好能够记录和展示的工具，比如说笔纸白板等等。第2步呢，要严格遵守规则。头脑风暴会有这么几个规则我认为是相当必要的。一是鼓励多想，第2是呢不做评论，第3不做1对1的讨论，第4个是立即记录。这几个规则其实很多有关会议或管理的书呢都会提到，但大家普遍做的不好，尤其是评价和讨论往往充斥在头脑风暴的阶段，这是不可取的。那第3步呢是讨论和发展。头脑风暴会不是不允许讨论，而是要恰当的讨论。比如说小刘说了一个方案，那有意见不同者呢，反对者呢可以说不支持小刘的方案，但不应该攻击小刘，说他的方案完全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等等这一步的关键呢是要在讨论的基础上，对一些有价值的想法进行发展、延续和完善。一个人想到的点也许是别人从来没有考虑过的，听到之后呢，其他很多人也会迸发出新的想法，要及时进行补充。那第4步呢叫形成结果。这里的结果可以是完整的方案，也可以是下一次方案的讨论会的基础。因为想通过一次讨论会就得到完善的方案呢，可能性也不高，但呢价值还是有的。这些被想象出来的点子和迸发出来的创意都会给最终的决策人提供参考。当我们使用头脑风暴的方式获得 N 个方案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犯选择困难症。所以每一个讨论会在方案制定出来以后，一定要设置选择决策环节。在这个环节有个好的方法叫做优选矩阵。优选矩阵呢其实是一个表格，在这个表格里要把所有影响选择的维度罗列出来，然后通过综合评价选出最优。表格的前2列呢就是序号和待选择的方案项，后面几列呢则是需要使用哪些衡量维度对待选项进行打分。最后呢是分数的合计和排序。我给大家一个适用于绝大多数的优选矩阵的模板这个里边呢通常会考虑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叫做时间，就是这个方案推行下去以后，它的执行时间以及它显示效果的时间。那么往往时间花费越长，方案的得分越低。第2个呢维度呢叫有效性。有效性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方案执行下去能不能达成你最开始的那个目的，那个初心。有效性越好，得分越高。第3个维度呢叫可行性。可行性讲的是什么？就是当你解决问题过程当中，所有的资源限制项结合到一起，这个方案还有没有可能，能不能执行？越可行，得分越高。第4个维度是什么？叫做
成本，就是执行方案的过程当中要花费多少成本。显而易见的是什么？成本花费越高，得分越低。那最后一个维度啊，就是风险，风险越大，那么它得分就越低。那这些项呢，是给大家一个建议维度啊，可以直接使用。当然呢，你也可以根据每一个企业在决策过程当中的权重分配，使用更加准确的加权优先矩阵的方式，最后得出我们最优的方案。方案呢得出来以后呢，就来到了研讨会的最后一个环节，叫做制定计划。不过我想提醒你的是什么呢？制定计划这个动作啊，并不一定要在会上来做，完全可以由相关的负责人在会后慢慢的制定和完善。当然啊，方法呢，我还是要跟你分享的。3种制定方案的方法，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第一种方法呢，叫做 WBS 任务分解法。WBS 任务分解模式啊，关注的是实施方案的这个过程，或者是做的这些细节。所以使用 WBS 将项目分解后啊，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一个工作包。所谓工作包啊，简单理解类似于一个一个的动作，比如说钢板切割、零件的焊接啊等具体的动作。那第二种方法呢，我们称为叫做 PBS 任务分解法。所以 PBS 任务分解法，它关注的是实施方案的这个结果，它不太关注细节和具体的动作，只关心在某个时间点上应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或是达到某种目标，或是生产出某种中间产物，比如说生产10块钢板，组装好一台机器啊，这些都是具体的对象。那除了这2种针对事情和事物为主体的分解方法以外啊，还有一种以人或者人的职能为主体的分解方法，被称为叫做 OBS 任务分解法。那 OBS 任务分解方法呢，关注的是对完成工作任务的部门或个人有层次的组织安排。比如说，给设备加钢板就需要有材料运输小组、设备操作小组等等啊。当然啊，无论你采用的什么方式进行分类，最后呢，将你的子任务开始按照时间和结束时间呢画出条状图，结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甘特图。这种图啊，非常的直观，反映了我们在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情，持续多久。好，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在这一讲呢，我们重点探讨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研讨会到底该怎么开。最主要的环节或步骤呢有5个，一个呢叫做识别问题，然后是拆解问题、制定方案、选择决策和制定计划。而计划的制定呢，也可以放到会后来进行。而因为问题不一样啊，所以这讲里边我们并没有给大家参考的时长，大家可以灵活去掌握。好，那这一讲内容呢就讲到这里，我是李中秋，我们下一讲见。